南市也和租界上一样，每天自朝到晚，不断有叫卖各种小吃的小贩，按时按刻的随街叫卖，如大饼、油条、脆麻花、角力棒、白糖粥、臭豆腐干、火腿粽子、五香茶叶蛋等，几乎都有规定的时间到来。就因为这些小贩会定时到来，所以一般市民听到他们的叫卖声，就会知道现在已是几点钟。还有些小贩是随着时令更换出卖应时小吃的，如檀香橄榄，一到冬令将近过年的时期，每夜出现在街头。卖的人多数是苏州人，由于他们那种嗲声嗲气的语调，喝唱起市声的歌调来，清脆好听。还有卖烫手热白果等，都有大段唱词。最有趣的是下午卖梨膏糖的小贩，一男一女，一个拉着手风琴，一个引吭高歌，每到一处就会有无数小孩子被他们的歌声吸引，唱一曲就有很多孩子买他们的糖，生意也很好。有一种铺子叫做老虎灶，横街小巷到处都有，这是一种专卖滚水的铺子，家家户户都备有一种铜吊，要热水，按上海俗称泡水，就上这种店里去购买。热水的价格以勺量论值，10勺为铜元一枚。他们还出售一种水筹，每一个铜元可以买10根筹。如果你以铜元一枚去买2勺水，那么他们就找还你8根水筹。这种老虎灶外面还放着1、2张桌子卖茶，炉灶的后面还有1、2个木质浴盆，专供一些无家室单身汉洗澡之用，每次入浴不过收铜元3枚而已。城隍出巡，会景盛大，上海南市有一种风气，每年都要出3次城隍会。第一次在清明，第2次在7月半，第3次在10月草。这种城隍出巡会景节目很多，路径很长，每次出会不但南市的人万人空巷，甚至英法租界的人也要拖男带女的赶来看会。我在南市养病期间，身体渐渐转好，适逢10月朝的盛会，我先约定了城隍老爷的后代秦伯卫。我对他说，我小的时候看过一次会，这次我要看个畅快，请你陪我去看。他说，会景如何组织？如不加以解说，你是不会懂的。我说，好，一切听你。这种出会的风气历史已久，旧时称为赛神，陆放翁师，道家更约两邻女，明日柯桥看赛神。所谓赛神，就是指出会而言。上海南市的城隍会一般善男信女，早期皆有组织。出会前2天晚上，每晚他们都聚集在庙中吃会酒。伯卫就带我去从吃会酒开始，会酒都由个人自己出钱，每餐1元，菜肴由玉清宫道士代办，所以聚餐也就在玉清宫中，吃的都是大鱼大肉。会酒的座位无形之中有一个规定，义庙管理董事会的人排在中央，以一身瑶子让做首席，旁为银钱业工会，由秦润清做首席，豆米业工会由顾新一做首席。我和伯卫坐在边席，其余都是办事人员的座位，满满的坐了8席。此外，参加出会的人物以及任职的重要人员分别排在大厅的2、5坐席时，有一个面有麻皮的人走来走去，非常忙碌。此人于出会时却是负责排道子事宜的总指挥。我问伯卫，这个麻皮是谁？他说，此人重要的很，名下秋堂，即城乡名医夏英堂之地，在东木桥狮子弄口开设老虎灶，
另外还有一个马匹在初会时期顶马的，这个人原来就是黄金荣。他那时已在法租界总巡捕房中任高级职位，在他童年时是义庙后花园翠华堂裱画店的学徒出身，成年后他每次都参加出会的行列的。所谓顶马是会警行列的开道者，所以每次出会骑顶马的人都要经过筹备的人商议决定。第二天我们又去参加吃会酒，吃的时候匆忙得很。伯卫说，今晚是出会的前夕，传说有5位神道从各处而来，一位是由高昌庙迎来的高昌司，一位是由川新街严贞观迎来的春申侯，一位是财神，还有2位名字记不起了。我们吃罢了之后，只听得一片大锣大鼓声，诸神坐轿而来，预先供奉在城隍大殿上，举行了一次大会施事的排雅景象。殿中香烟缭绕，铁锁锒铛，铿锵有声，做着审理案件的样子。殿上一片阴森严肃的气氛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我与伯卫略为参观一下，就离开了。据说这是阴审的仪式，一直要审到半夜3更才告停止。到了第3天，是出会的正日，城隍的座驾轿是一顶金碧辉煌的绿呢大轿，由8个人抬这顶轿，轿中坐着的并不是大殿上的城隍像，因为这座神像是用就地生长的一株古老银杏木雕刻飞金的巨像，无法搬动的，所以就由内宫中请出一尊较小忽为行宫的城隍像来代表，形式是相仿的。城隍大轿请起时，钟鼓号角齐鸣，鞭炮之声不绝于耳，4位善男信女都跪在地上叩颂。那时庙门外面已经有仪仗排列着恭候，挨次座缓缓进行。最初是有4只顶马，跟着的是1块路油牌，接着就是以2人抬的2面大锣，这2面锣还是明代的遗物，声响极大。随后就是清道旗、肃静回避的虎头牌、朱漆金字的官衔牌，上面写着赤峰显佑伯、护海公、护国公等名堂，后面接着是高昌司、财帛司、春申侯等衔牌，此后便是许多皂隶、青袍赤带，有的红冠，有的黑冠，俗称红黑帽，个人手执水火棍，以及各式刑具和铁链，一路口中呼喊着虎威2字，缓步前进。其中还有全副执事，都手执朱漆红棍的兵器，如斧、钺、刀、枪等。这就是城隍的仪仗队，中间还有几对号角，吹的时候其声无污染，声音使听者惊心动魄。仪仗队后面跟随着很多穿黄色衣服的会众，人数每次都有100多人。这些人俗称黄衣会首，多数是工人。有些人自以为罪孽太重，则穿一种蓝色短衣随队游行，认为是可以赎罪的。